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我的山与海大结局来了。本以为惊喜是谭松韵，结果如萍女儿横空出世，这剧情反转太抓人眼球。进入2026年，年代剧纷纷扎堆上线，其中《我的山与海》开场播出之际，热度处于平平静静的状态，也没有被太多的人给予看好的态度。未成想，播放进程越是推进，其上头程度越是递增，剧情朝着后续发展愈发扎实，口碑沿着一路轨迹实现逆袭，径直稳稳占据年度优质年代剧的宝座。这剧追到现在，大家本以为最大看点是女主谭松韵的收官戏份，等到好不容易追完之后，这才惊觉，那真正能惊艳整个场子，致使人们一直难以忘怀的，恰恰是那个戏份并非数一数二多的女配角。终于，《我的山与海》迎来了大结局。这部剧自从开播起始，便给予了好多人惊喜感。因为这部剧其实并没有什么宣传，也没有流量演员来加盟，更不是有梅婷、雷佳音这样经常演年代剧的演员做主角。所以一开始很多人都对这部戏没什么期待，压根没想着要追。但是没想到越看这部剧越上头，越追越觉得有味道。现在这部剧终于迎来了最终的结局，并且令人感到欣慰的是，这部剧不存在强行营造圆满的此类狗血套路。收看年代剧，大伙实际上每当瞅见结局之际，都会思索这部剧是否又要沿袭先前全家大团圆包饺子那般的模式。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最后女主方满之又经历了创业途中的艰难险阻，情感领域的起起伏伏，进而最终达成了将玩具公司运作得到以上市程度的圆满结果。好多人都认定这已然算的上市女主的人生顶点了。然而却没料到她居然抉择了返回故乡去从事公益活动，觉着这一点实际上蛮契合方满之先前的性格。鉴于彼时她对自己的家乡怀有喜爱之情，而且她是在那里土生土长并于该地成长起来的，在后来经历某些事情之后，做出了离开故乡的选择，前往深圳去开拓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。在取得成功之后，返回家乡。而这部剧实在是有太多的高光片段，让观众记忆犹新。就好比郝倩倩那充满波折起伏的人生经历，李娟在事业上实现的逆袭，方婉之返回自己的家乡，此三位女性的命运结局，均牵动着观众们的心。总得来讲，剧中着重刻画的便是这三位姐妹的人生轨迹。剧中存在诸多令人瞩目的精彩场景，像方婉之挺身而出挡刀并摘除肾脏，以及养父临终前遗书被曝光等情节，都深受观众喜爱。这部剧在开播之际处于默默无名的状态，到了中途的时候，口碑开始呈现上升的态势，而后直至迎来大结局。当下呢，所有人都变得极其期待，如此这般，也算得上是妥妥当当的低开高走了。好多观众直接表明，这理应是2026年年初开始以来最为值得观看、最具生活气息的年代题材电视剧。这部剧呢，除了剧情使得观众心生喜爱外，其实还有一点，那就是这部剧最不能缺少的乃是全员都展现出了在线的演技。差不多每一位演员都将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。举例来讲，王劲松所塑造的养父，他所塑造的养父性格事实上是温和宽厚且内向含蓄的，这种角色与表面是无法看出来的。通常他这般的表演，需较细节的眼神或者动作来体现。这边要说的是王劲松，他把那位养父演绎得极其到位。就拿他前往深圳寻觅女儿的那段情节来讲，实实在在的让观众目睹到，他所展现出的父爱是内敛克制的同时，还饱含着深情的这份情感状态。
有几个镜头能致使观众流泪。刘威所饰演的生父这一角色，实际上并非十分完美，缘由在于他存在自私以及懦弱的一面。然而刘威真实演绎的相当出色，使得观众信服有如此一位父亲。随后他所演绎的对女儿满怀愧疚的情节，也只是人们内心感受颇为复杂。这几位演员风格各异，然而都精确地把控了角色的核心要点，并且凭借演技告知观众，实际上任何角色、任何形象，都是他们借助演技能够支撑出真实感的。然而，《我的山与海》这部剧呢，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女主方婉之的成长性来进行展开的。谭松韵饰演女主方婉之，身为女主，戏份自然比较多且重要，观众主要看的就是她。但在好多人看来，谭松韵演技挺好，毕竟以前有不少作品能为其演技加分，表明她演技不错，像《最好的我们》锦衣之下。然而，此次谭松韵于年代剧当中却略微出现了翻车的状况，其演技不清楚是否是源于首次出演年代剧这个缘故。这部剧里，她演技总给人一种差那么一点分寸的感觉，也许是源于她那张娃娃脸，故而她去饰演青春少女时还算可以，演完之后创业取得成功，或者创业进行中间，她去饰演女商人之际，就会欠缺一些年代感所具有的厚重与沉淀。比如说，她的神态与气质都始终偏年轻化，撑不起角色的沧桑感，并且在中途当面临创业挫折、情感问题呈现出状况之际，她的表演极为单一，给人一种情绪爆发力欠缺的感觉。有那么一种感觉，会让观众觉得似乎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，存在着许多哭戏以及冲突戏。她虽然哭了，然而却仍旧未曾传递出角色所应有的那种痛苦，所以她在这部剧中整体表现都显得中规中矩，没有太多的惊喜。相反，于剧中扮演好倩倩的希望，身为女配角，却依靠卓越的表演水平，大力俘获了观众的心。她与郝倩倩这一复杂角色的演绎，呈现出极为清晰的层次感。举例而言，前期展现出了虚荣与浮躁，从中途开始陷入了误入歧途的境地，延续至后期逐渐转变为向好的方向发展表现。这3个阶段实际上是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亮点，要是单独去看的话，也许没那么难以演绎。然而角色的成长脉络是特别难以演绎的，每一个阶段之中的情绪方面的变化，希望都进行了演绎，演绎得十分精准，而且十分到位，使得观众相信有一款曾经是这样状态的角色存在。较特别的是希望跟谭松韵的对手戏，能感觉到希望的情绪更为饱满，其眼神之中全都是戏，尤其是他所拥有的那种气场，感觉跟女主谭松韵是存在差异的。她身上自然而然地带有年代剧的独特质感，并且妆容在她的脸上显得更为适配，所以相比较谭松韵的表现，希望的表演感觉更加有张力。而不少观众还坦言追剧时总是被郝倩倩的戏份吸引，这次希望同样以扎实的演技证实，就算绝非女主，也能够依据角色魅力变成全剧里最为巨大的惊喜哟。再说，这并非是她头一回凭借配角而受到广泛关注。往前述，上一次她因配角而引发热议的，乃是《唐朝诡事录》这部作品。她于《唐朝诡事录》中，第1部有其角色，第2部也有其角色，并且第2部是因众多网友向导演提意见，渴望他第1部所饰角色的那个故事再次登场，这才使得他在第2部里再度现身。他饰演的是不同角色，即便有着相同的脸，他却演出了2个角色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会让人分不清这2个角色。所以，这便是希望能够出圈的缘由所在，而这也是由于希望具备演技，
才能够这般抓住机遇，最终成功实现翻红的。是这次《我的山与海》里，希望又被更多的人给知晓了，并且观众对他产生好奇，会不会是他以前出演过什么剧集呢？感觉他是被国内娱乐圈给潜藏起来了。结果一查才发觉，实际上希望的身世并非寻常，她乃是国家级演员如萍的亲生闺女，完全是演艺世家的出身。很多观众对于如萍肯定都不会感到陌生，那是由于她先前在刘晓庆所演的武则天当中饰演上官婉儿，其人温婉且大气，她还是一代人童年时期的白月光。之后还出演过《大宅门》《康熙王朝》这样的经典剧集，所以说大家对如萍的印象一直很好，路人缘和口碑都格外出众。而希望也完美继承了母亲的颜值和演技天赋，底子本就十分优秀，再加上她自身努力上进，踏实拍戏，不炒作不浮躁，所以才能够每次都凭借出彩的角色，成功抓住观众的眼球。